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3分钟后，陷害我的这几个蠢货会跪在地上求我，但现在他们还以为我只是个没背景的乡下丫头。算了，不装了，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当狗，那我就把这家公司买下来，让你们当个够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赵依然，你被开除了。总监李德光把辞退信扔在我桌上，那轻蔑的样子，像是在扔一袋垃圾。公司不养小偷，尤其不养偷同事心血的小偷。我猛地抬头，眼睛死死盯着他对面的女人张若楠，我的组长。他正看着我，眼神里全是看不起，嘴角那抹笑充满了得意。不是我气得发抖。星光项目的设计稿是我通宵3个晚上做出来的。张若楠，你为什么要偷我的东西？我最好的闺蜜王佳佳立刻跳了出来。赵依然，你疯了吧？楠姐为了项目都累到住院了，你一个实习生还想抢功劳，还要不要脸？这时我脑子里突然嗡的一声，出现了3个声音：蠢货，你电脑里的原文件早就被我删干净了，拿什么跟我斗？这是张若楠，看他这副又蠢又倔的样子，真解气，赶走他。楠姐答应我的副组长位置就稳了。这是王佳佳，一个乡下土包子，开了就开了，还能卖张若楠一个人情。这是李德光。轰，我明白了，我能听到他们心里在想什么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一个局，他们3个人联手把我往死里整。愤怒、背叛、滔天的恨意瞬间淹没了我的理智。我笑了，在他们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里，我笑的眼泪都流了出来。很好，真的很好。好，我止住笑，平静的吓人。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拿出手机，找到一个号码拨了出去，并且直接开了免提。嘟嘟，会议室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张若楠心里冷笑，想干嘛？打电话叫人？他能叫来谁？村长吗？电话接通了，一个男人的声音传出来，很沉稳，很有力。喂，宝贝。就这一声，我差点哭出来。我忍住了。爸，我被人欺负了，他们偷我的东西，还要把我开除。电话那头沉默了3秒，仅仅3秒后，我爸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一股要杀人的怒气。公司叫什么名字？全称。我看着李德光、张若楠、王佳佳开始发白的脸，一字一顿地说：海城盛华广告有限公司。好，我爸的声音冷得像冰。在那等着，半小时，爸把这家破公司买下来，给你玩。电话挂了，会议室里安静的能听到心跳，所有人都傻了。李德光手里的杯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，张若楠和王佳佳的脸白得像纸。吹牛，一定是吹牛。半小时买公司，当是买白菜吗？可是那个声音气场太强了，万一……我看着他们笑了，等着吧，好戏现在才刚刚开始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会议室里气氛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。李德光、张若楠、王佳佳3个人坐立不安，汗流浃背。他们脑子里的想法，在我听来就像一场现场直播的闹剧。假的，肯定是假的，一定是他找人演戏吓唬我们。郑董，对，给郑董打电话问问。就在李德光的手哆哆嗦嗦地摸向手机时，他的手机自己先响了。来电显示：郑董，公司最大的老板。李德光像被电击了一样，手一抖，差点把手机扔了。他连滚带爬地跑到角落，颤抖着接通。喂，郑董。电话那头传来郑董杀猪一样的咆哮。
李德光，你他妈到底得罪了谁？天鼎集团，赵建国，他亲自打电话给我，要么现在溢价30%卖公司，要么3天之内让盛华破产。你他妈说我能怎么办？公司卖了，就在刚才卖了，你他妈自己跟新老板解释吧。电话被狠狠挂断，李德光整个人瘫在地上，像一滩烂泥。天鼎集团，赵建国，这4个字像炸弹一样在会议室里炸开，所有人都懵了。张若楠和王佳佳已经吓得浑身发抖，他们终于知道自己踢到了什么样的铁板。砰！会议室的大门被人从外面猛地推开，2个穿黑西装的保镖站在门口。我爸赵建国在一群律师和高管的簇拥下走了进来，他气场太强了，所有人看到他都下意识地低下头。他走到我面前，看着我红红的眼睛，一脸心疼。宝贝，爸来了。我扑进他怀里。不晚。我爸拍了拍我，然后转过身，他的眼神像刀子一样刮在李德光的脸上。从现在起，我赵建国是这家公司唯一的老板。他拉着我的手，我的女儿赵依然，公司新任执行副总裁，拥有最高权限。我从我爸身后走出来，我看着地上瘫倒的那3个人，眼神冰冷。李总监、张组长、王同事，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聊聊谁是小偷了？我的话像最后的审判。我错了，赵副总，我错了。张若楠第一个崩溃，他爬过来抱着我的腿哭，是我偷了你的设计稿，是我嫉妒你，我不是人。他抬手就扇自己的脸，啪啪啪，打得又狠又响。我必须让他原谅我，不然我死定了。王佳佳也吓破了胆，跪着爬过来，不关我的事啊，都是张若楠指使我的，是他让我删你文件的，是他让我诬陷你的。2个人当场就咬了起来，我看着都觉得好笑。我的目光落在李德光身上。李总监，你不是说公司不养蛀虫吗？李德光扑通一声也跪下了，他吓尿了，一股骚味传过来。我眼瞎，我糊涂，我不知道您是赵董的千金。我打断他，所以我如果不是董事长的女儿，我就活该被你们欺负，活该被你们毁掉。李德光脸色惨白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懒得再跟他们废话，我对我爸带来的律师说，王律师，以职务侵占罪、商业诽谤罪告他们，告到他们坐牢，告到他们倾家荡产。3个人尖叫起来，不要，赵副总，求你了。我没理他们，继续说，通知人事部，在坐牢之前，他们还是公司员工。张若楠降为保洁，专门刷男厕所，我要每天检查，马桶里不准有一点黄渍。王佳佳降为门卫，给每个进出的员工90度鞠躬问好，声音小了就扣他工资。至于李总监，我看着他笑了，你以后就归张若楠管，他刷马桶，你给他递刷子，给他倒水。整个会议室一片抽冷气的声音，狠，太狠了，这比杀了他们还难受。不，张若楠发出尖叫，赵依然，你杀了我吧，我让保镖把他们拖下去。今天之内，我看不到他们在自己的新岗位上，就告诉王律师，再加1条罪名。哭声立刻停了，我挽着我爸的手走了出去。我爸问我，宝贝，解气了吗？我摇摇头，爸，这只是开始呢。第2天，我在我爸给我安排的全公司最大最豪华的总裁办公室里，打开了全公司的监控画面。一出好戏正在各个角落上演。画面1，男厕所，张若楠穿着不合身的保洁服，戴着塑胶手套，
正拿着马桶刷，对着一个满是黄渍的便池干呕。他曾经最看不起的一个刚毕业的男同事小刘走了进来。小刘吹着口哨，站到他旁边的那个便池，放完水，他瞥了一眼正在刷马桶的张若楠。哟，这不是楠姐吗？他故意把楠姐2个字叫得阴阳怪气。张若楠的脸瞬间涨红，低着头不说话。小刘不依不饶：哎，不对，现在得叫张阿姨了。张阿姨，好好刷，这里，对，就是这里，还有黄的呢。新来的赵副总说了，要刷到能照出人影，你这可不合格啊！张若楠的身体气得发抖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他心里在疯狂尖叫：小畜生，你等着，等我翻身了，我第一个弄死你！我看着监控，冷笑：翻身，你这辈子都别想了。画面2，公司大门口，王佳佳穿着一身保安制服，像个木偶一样站着。几个年轻的女同事是她以前最喜欢欺负的，她们手挽手，故意在大门口来来回回的走。进来一次，王佳佳就要90度鞠躬，喊欢迎光临；出去一次，王佳佳就要再次鞠躬，喊慢走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哎呀，我文件忘拿了，我再进去一次。哎呀，我突然想喝杯奶茶，我再出去一次。他们来来回回折腾了7、8趟，王佳佳的腰都快断了，脸上的笑比哭还难看。贱人，你们这群贱人，等我找到机会，我一定撕烂你们的嘴。可惜他这辈子都不会有这个机会了。画面3，走廊，李德光，这位前总监正提着一个水桶，跟在保洁部刘大妈的身后。刘大妈50多岁，嗓门洪亮，她叉着腰，指着一处污渍：李德光，你眼睛瞎了吗？这么大一块，脏的看不见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拿抹布擦干净！李德光一张老脸憋成了猪肝色，他以前哪受过这种气？你什么你？刘大妈眼睛一瞪：赵副总说了，你现在归我管，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，不想干就去跟警察说。李德光瞬间蔫了，他只能认命地蹲下身，用那双曾经只用来签合同、指点江山的手，费力地擦着地上的污渍。我靠在老板椅上，端起咖啡，抿了一口，这咖啡真甜，看着仇人受苦，就是最好的调味剂。而这仅仅是开胃菜而已。我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全体高管会议。李德光原来的位置暂时空着，他手下一个叫孙德利的老油条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。会议上，我提出一个新的整改方案，孙德利第一个跳出来反对。赵副总，您刚来，对公司情况不了解，您这个方案太激进了，根本行不通。他一脸我为你着想的表情，我听到了他心里在想什么。小丫头片子，还想给我下马威？没门！李总监倒了，这个位置就是我的，我必须把他架空。他要是查账，我贪的那笔广告费就完了，必须搅黄。贪污，很好。我看着他，直接开口：孙总监，上个月城西美家家居那笔30万的广告费，公司账上为什么只收到了20万？另外10万去哪了？孙德利的脸唰的一下就白了。他怎么知道的？这件事只有我和李德光知道。全会议室的高管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。我继续说，需要我把美家家居的财务叫来对质吗？还是直接把证据交给警察？扑通，孙德利直接从椅子上滑了下来，跪在地上。我错了，赵副总，我鬼迷心窍，我马上把钱补上。我笑了，晚了。我对身后的助理说，报警，另外通知财务，
彻查过去3年孙德利经手的所有项目。孙德利像条死狗一样被警察带走。会议室里剩下的高管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从轻视变成了恐惧。我就是要这个效果。立威之后就是立信。我的目光在会议室里扫过，最后落在一个角落里有些局促不安的年轻设计师身上。陈宇，我记得他，昨天在我被所有人围攻、最孤立无援的时候，只有他偷偷递给我一张纸巾，小声说了一句：“我相信你。”雪中送炭的情谊，我赵依然记下了。一个在深渊里还能保持善良的人，值得我给他一个一飞冲天的机会。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开口：“陈宇。”他一个机灵，站了起来，有些紧张。赵副总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设计部的新任组长，薪资翻5倍，星光项目由你全权负责，预算无上限。全场哗然，所有人都向陈宇投去羡慕嫉妒恨的目光。一步登天，陈宇自己也懵了，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对他露出一个肯定的微笑，我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，在我这里有仇必报，有恩也必偿。公司内部很快被我整治得服服帖帖。我用读心术，在商业谈判中无往不利，签下了一个又一个大单。公司的业绩坐着火箭一样往上涨，所有人都对我服了，从赵副总叫到燃神。这天晚上，海城有个广告界的行业晚宴，我带着陈宇一起出席。刚进会场，一个轻佻的声音就响了起来：“哟，这不是天鼎集团的赵公主吗？”一个穿着花哨西装的年轻男人端着酒杯走了过来，他叫顾浩，风行资本的太子爷，一个出了名的纨绔子弟。我脑子里立刻听到了他的想法，这就是赵建国的女儿，长得还真不赖。听说他把盛华广告给盘下来了，正好我本来也想收购那家公司玩玩，今天必须让他当众出丑，让他知道海城是谁的地盘，原来是竞争对手。我懒得理他，他却不依不饶，拦在我面前：“赵副总，听说你最近很威风啊，可惜啊，公司是好公司，就是你手下的人不怎么样。”他看向我身边的陈宇，露出一抹不怀好意的笑：“这位小兄弟是叫陈宇吧？在盛华那种小地方，一个月拿多少钱？来我风行资本，我给你2倍，不3倍。”他想当着我的面挖我的人，杀人诛心。周围的人都看了过来，一脸看好戏的表情。陈宇的脸涨得通红，刚要开口，我抢先一步笑了：“顾总，你是不是肾虚啊？”顾浩愣住了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我大声说，确保周围的人都能听见：“我说你肾虚啊，不然怎么总想着挖别人的墙角，自己却立不起来？”噗嗤，周围有人没忍住笑了出来。顾浩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：“贱人，你敢当众羞辱我！”我没给他发作的机会，继续说：“还有陈宇的身价，你开不起，因为他的价值不是用钱来衡量的，不像顾总你，除了钱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。哦，不对，你还有病，得治。”说完，我拉着已经憋笑憋到内伤的陈宇直接走开，留下顾浩一个人在原地气得发抖。他成了全场的笑柄。赵依然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我听着他内心的咆哮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好啊，我等着。顾浩的报复很快就来了。第2天，网上铺天盖地都是我的黑稿。惊爆！天鼎太子女私生活混乱，晚宴公然调戏风行资本顾总，揭秘赵依然靠爹上位的草包，毫无商业道德。
盛华广告内幕：星光项目早已烂尾，赵依然为掩盖失败疯狂炒作，一天比一天难听。水军在下面疯狂带节奏，公司的电话都被打爆了，合作方纷纷来电质问。陈宇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：赵总，怎么办？舆论对我们太不利了。我看着电脑上的新闻，异常平静。好事？陈宇愣了。啊，他这是在免费帮我们预热发布会的热度。有了，我告诉陈宇，什么都不用回应，让公关部休息，让他们骂得越凶，我们发布会那天打脸就越响。我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计划。顾浩，你以为舆论战就能赢我？太天真了！我要让你亲手把自己送上断头台。离发布会还有3天，公司内部的鬼也开始行动了。张若楠在拖地的时候，不小心把一桶脏水泼到了公司的主服务器上，刺啦一声，火花四溅，服务器废了。他立刻跪在地上哭喊：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手滑了。我听到了他的心声。哼，顾总说了，毁掉服务器，星光项目的数据就全没了。到时候我看赵依然拿什么开新闻发布会？愚蠢！我重要的东西会只放在公司服务器里吗？我早就做了云端备份和物理备份。我走到他面前，蹲下身：张若楠，你以为毁了服务器就赢了？张若楠的哭声一顿，他什么意思？我笑了，忘了告诉你，这台服务器我昨天就让人把硬盘换下来了，你毁掉的只是个空壳子。哦，对了，你泼水的全过程，那边的高清摄像头都拍下来了。张若楠的脸瞬间没了血色。我站起身，对保安说：把他和监控录像一起送去警察局，告他故意破坏公司财产，损失金额就按这台服务器的原价500万。不！张若楠发出了绝望的尖叫，他被拖走了。我知道这还没完，还有2个鬼没抓出来。我故意放出消息说，服务器虽然是空壳，但我的 U 盘里有备份，那个 U 盘就锁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。第2天，李德光趁着给我办公室送水的机会，偷偷溜了进去。他撬开了我的抽屉，偷走了那个 U 盘。我通过办公室的微型监控看得一清二楚。他心里在狂喜，哈哈哈，拿到了！赵依然，你死定了！他不知道，那个 U 盘是我故意放在那里的，里面的星光项目资料是我连夜赶出来的，一份漏洞百出、逻辑混乱的假方案。李德光是第1条上钩的鱼，还有第2条，王佳佳，他利用在大门口当门卫的机会，偷拍了我们所有确认出席发布会的合作商名单，然后发给了顾浩。顾总说了，有了这份名单，他就能提前去截胡，让赵依然的发布会没有一个客户签约。他也上钩了，他发出去的名单也是我伪造的，真正的核心客户我都是单线联系。现在顾浩手上有了一份假的方案和一份假的客户名单，他一定以为自己胜券在握。我仿佛已经能看到发布会那天他脸上会出现的精彩表情。发布会当天，现场人山人海，媒体、同行、合作商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舞台上，聚焦在我身上。我能听到他们心里的各种声音。今天有好戏看了，不知道是赵依然打别人的脸，还是被人打脸。我猜是后者。风行资本的能量太大了。顾浩也来了，他就坐在第1排，一脸看好戏的表情。他心里在想，赵依然，我看你今天怎么哭，等会你的假方案一放出来，我安排的专家就会当场揭穿你，
你邀请的客户一个都不会来，你完蛋了。我对着他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。发布会正式开始，我走上舞台。我知道最近外界有很多声音，说我赵依然是草包，说我的星光项目是泡沫。今天我就让大家看看这个泡沫到底有多大。我打了个响指，陈宇走上台，把一个 U 盘插进了电脑，大屏幕亮起，出现的是一个所有人都没见过的颠覆性的广告生态系统，大数据分析、AI 智能投放、VR 沉浸式体验。当陈宇把这些一一展示出来时，全场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被镇住了。顾浩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怎么回事？这和李德光给我的 PPT 完全不一样，这个方案是真的，不可能。他开始慌了，但他还有底牌，没关系，方案再牛逼又怎么样？你的客户都被我撬走了。他心里恶狠狠地想。我看着他，再次笑了。我知道大家一定很好奇，我们的合作伙伴都有谁？我拿起话筒，下面我荣幸地宣布，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开始出现一个个 logo， 淘趣、抖乐、企鹅集团，每一个都是行业巨头。台下彻底炸了，一个记者站起来，他是顾浩安排的人，赵副总，这不可能。据我所知，这些公司明明都拒绝了你的邀请。我看向他，哦，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因为顾总早就拿到了你们的客户名单，并且提前联系了他们。记者得意地说。没错，我点点头，他的确拿到了一份名单，是我们的门卫王佳佳给他的。我看向台下角落里已经吓傻了的王佳佳，但那份名单是假的，是我专门为他准备的。我又看向顾浩，顾总，惊喜吗？顾浩的脸已经变成了酱紫色。至于真正的合作伙伴，我顿了顿，我拿着顾总你让李德光偷走的那份漏洞百出的假方案去找的他们。我告诉他们，这是我的竞争对手风行资本的水平，然后我再把我们真正的方案拿给他们看。你说他们会选谁？噗！顾浩一口血喷了出来，他指着我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你！全场所有人都用看魔鬼一样的眼神看着我，一环扣一环，连环计。这个女人太可怕了。顾总，别急着吐血，我还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你。我再次打了个响指，大屏幕上画面一转，开始播放一段视频，是李德光和王佳佳在顾浩办公室密谋如何陷害我的全部过程。录音清晰，画面高清，顾浩的脸、李德光的脸、王佳佳的脸清清楚楚。只要让他身败名裂，钱不是问题。顾浩自己的声音响彻全场，全场哗然。这是偷拍的，赵依然是怎么做到的？我笑了，忘了自我介绍。我除了是天鼎集团董事长的女儿，我名下还有一家科技公司，专门研发各种有趣的小东西，比如能伪装成钢笔、纽扣、U 盘的高清摄录设备。李德光和王佳佳去找顾总的时候，身上就带着我送给他们的礼物。顾浩彻底崩溃了，他明白了，从一开始他就掉进了我为他编织的一张巨大的网里，他的每一步都在我的算计之中。他不是猎人，他只是我的猎物。砰！会场的大门被推开，一队警察走了进来，径直走向顾浩以及已经瘫在地上的李德光和王佳佳。顾浩、李德光、王佳佳，你们涉嫌多起商业犯罪，证据确凿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冰冷的手铐铐住了他们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发布会结束了，但整个行业
都地震了，风行资本因为主脑被抓，加上偷税漏税等丑闻曝光，股价瞬间崩盘，3天之内宣布破产。顾家为了自保，宣布和顾浩断绝关系。那个不可一世的太子爷成了丧家之犬，等待他的是法律的严惩。李德光、张若楠、王佳佳作为帮凶，数罪并罚，下半辈子都要在牢里度过。而我赵依然一战成名，成了这个行业里一个谁也不敢招惹的传说。所有人都知道，天鼎集团的公主有脑子、有手段，更有仇必报，而且是10倍、100倍的报。1年后，我爸正式退休，天天带着我妈环游世界。我接替了他的位置，成了天鼎集团最年轻的总裁。盛华广告在我的经营下，已经成了业内第一的星耀科技，市值翻了不止100倍。陈宇成了星耀的 CEO， 是我的左膀右臂。他站在我的办公室里，向我汇报工作。赵总，一切顺利，只是他有点犹豫，说我脑子里突然嗡的一声，是限我笑了。你告诉他们，可以让他先在牢里把我受的委屈都加倍尝一遍，尝完了再来谈。陈宇也笑了，明白，我的读心术还在，但我已经不怎么需要它了，因为当你足够强大时，你不需要去猜别人的心思，你只需要制定规则。下午阳光很好，我站在顶层办公室的落地窗前，看着脚下这座城市。手机响了，是我爸发来的照片。他在夏威夷的海滩上，把我妈扛在肩膀上，笑得像个200斤的孩子。我笑了笑，收起手机。那个被冤枉、被开除的卑微实习生，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现在的我是赵依然，是这里的唯一的女王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